大家好，我是道慈，這是正義，這是玉涵，我們現在在北海道大學，沒錯，我們在札幌，這是札幌，這是我們待在北海道的不知道第幾天，很冷的一天，這麼冷要有點活力啊！就是因為已經太冷了。今天體感寫-11度，明明溫度我就看1度，然後想說，不錯，1度還行。今天好像還蠻暖的。下面一個小字寫體感-11，真的蠻冷的。好了，不管，然後我們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札幌市區3個推薦拍照的地方。因為我覺得北海道札幌的旅遊啊，網絡上影片啊，已經太多了，超級多，所以我覺得我們不用介紹那種大家都會去的地方，我们選一些小众，分享一些飯店的床上，挺不錯的，開着暖氣，太好了吧？我看你是很會想，那我們就跳一下，直接跳到房間去。今天在節目開始之前呢，還是要介紹一下我們的老朋友 Luminar Neo。最近呢，我自己在工作上呢，也開始會使用它，尤其是在處理一些我自己比較少需要處理的類型，例如呢，配合廠商的需求呢，來合成一些天空，或者是改變整體的氛圍，在不改變我自己平常修圖習慣的情況下呢，適度的搭配 Luminar Neo 的各種很針對性的濾鏡，意外的呢，相當的好用。當然，我認為這款軟體呢，還是更適合輕度修圖的使用者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，就是針對人像修圖的部分。在這一次的更新 ，Luminar Neo 呢，又增加了一些針對人像處理的功能。當我們導入一張人像照片後，可以直接點開人像處理的區塊。最方便的當然是對於臉部增加光線，而我想這是很多人修圖的時候呢，特別希望可以做到的，不需要做任何的遮色片，直接拉動參數呢，就可以調整臉部的曝光。而這次增加了消除黑眼圈的功能，可以一鍵的處理，非常好用，效果呢也比我預想來的更好。這次的更新呢，也增加了瑕疵移除的功能，我認為它很好是它破壞的程度呢不會太強。當然，另外一個角度來說，它就是不會做到整個臉10分的平整。如果你偏好更細緻的邊修，也可以搭配 Luminar 的 AI 快速調整，讓整體的工作流程呢更有效率。最後，我們快速看一下散景的功能。在拍攝人像時，可以選取人物的位置，並且把背景呢直接整個模糊化，也可以改變散景的形狀。如果你手上少了一顆大光圈的鏡頭，又很想要那種前景深的效果，那麼這個功能呢，你確實可以拿來玩玩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這一次 Luminar Neo 的一些新功能。如果你在拍攝人像時還有點不知道該怎麼下手來處理這些照片，那麼就可以透過這些簡單的功能來先試試看。更多的資訊呢，請參考下方的資訊欄，並且獲得專屬的優惠。那就讓我們回到今天的節目。好了，我們現在在北海道大學，這是北海道大學的校訓。不是，校訓跟我們什麼關係啊？少年啊，要胸懷大志哦。這是克拉克博士，他是他們的前副校長。然後呢，就是來到這邊之後呢，就是給他們的學生的一句話。然後他也是當初把馬鈴薯啊什麼東西帶到北海道人，算是一個北海道蠻重要的一個人物。所以那個薯條三兄弟就是靠他。要不是沒有他，就不會有這些離離扣扣的東西。就沒有三兄弟。太好了，我等下馬上去買3包薯條三兄弟，致敬，感謝他。太有效率了吧？总之，大家胸懷大志，胸懷大志。那我們今天第一個點呢，就要在北海道大學。其實很簡單啦，我們就是從最靠近札幌車站的這個門進來之後，然後呢，直接往裡面一直走，經過校訓之後呢，繼續往前走，你會看到就是有一些那個很多樹林的地方，那個地方呢，其實就蠻好拍照的，帶大家去拍一下。那順道一提，2026年是北海道大學建校的150週年哦。為什麼會知道呢？因為那名片門口有寫啊，你又沒有做功課，又不是做功課，順便看到了嘛。好了，就這樣，我們去逛一下，走。出吧！這時候我真希望會有一台發燙的相機在我的手上。該不會你說的是 TF 呢？好壞哦，你們兩個人也太滑了吧，老師！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情。哎呦，有趣！我们现在看到這個地方啊，很像是有一個山坡，然後這邊有個小峭壁，然後下面有小溪。我想跟大家分享啊，其實，在正常情況下，這座小山丘是不存在的啊。這裡應該是平的，跟那個小溪是切平的才對。真假的？這高度很高呢。對，所以這個呢？認真的嗎？對。哇塞！平常我們拍照呢，其實在下面呢，這就是有種那種地殼變動，突然你家門口長一座山的感覺。這少說有個2-3公尺吧？有這個有，所以今天的視角呢，跟我平常看到的特別不一樣呢。現在可以從這麼高角度看這條小溪，覺得蠻好笑的。這邊呢，在平常不管你是在什麼季節來，除了春天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好看之外，尤其是秋天，這邊會有那種橡實，就是地上都有那種橡樹的那種果實，很好看。然後呢，如果是正在下雪的那個時間呢，那這下面就是很漂亮，然後有點逆光什麼，這邊超夢幻的，超級推薦來這邊拍照。但今天呢，它長得跟完全不一樣，然後呢，有點高，因為現在我們很高。所以那個溪變很矮，所以反而呢，我們可以利用一個高角度，約翰幫往左一點，回來一點，太危險了，回來一點，來，
這一步，往右一步，这一步 ，OK。這邊剛好2棵樹，然後剛好把玉涵放在中間那個樹的交界中間，它就不會被樹有點遮擋到。然後我拿高角度呢，可以剛好帶到下面那個小溪，意外的很好看。如果拿這顆啊玩丟雪球，你说，第一個我覺得你拿不起來，第二個就是打了看你丟誰就誰死啊，好可怕，有一點硬，因為玉涵貓來這裡，不要再玩雪球了。那這個就是這個季節可能限定的狀態了，然後大家平常來的話不會這麼高啊。這樣你看，這樣這個高角度，把玉涵的頭啊放在後面那個雪塊上面，就是玉涵現在剛好有一個那個綠色小圍巾。為什麼要把綠色的頭放在白色的雪塊上面？這樣它才會凸顯出來啊。在雪地拍照好處就是，只要你抓一個白色的背景，看起來就是很乾淨的。所以玉涵這時候往右一看。看，這樣整個畫面，然後剛好那一條小河又貫穿整個畫面。如果你要拍低角度的話呢，也不錯，就是剛好上面一樣，找一個那個樹枝之間的縫隙，帶到一點建築物。下雪啦，玉涵，你衣服身上都是我看到了，是雪，是真的在下雪。我要站在這裡，直到我變成一個雪人。那我們先把後面拍完，晚點再解答，可能需要一陣子。我看看手機拍不拍得出來。對着那個哪個？對着樹這邊拍，線上課程有教，對着深色地方拍。老師教一下為什麼要對着樹拍？因為雪是白的，然後你要拍到比較清楚的話，對着深色的背景拍。所以现在在這個情況下，你對着天空拍不到的，對着樹拍會比較清楚一點，你可以看到會比較明顯一點。這個詳細的內容呢，線上課程都有啊。你就是講2句，然後就說不講了，線上課程來教。不是啊，要不然這樣子大家買線上課程不會覺得你都講過了，我買課程幹嘛？我們等玉涵拍完，我們就可以看到前面那一棟厲害的。這個就是我其實我不知道這是他們的什麼大樓，但因為我覺得它很漂亮。就北海道大學的建築都是這種比較方方正正的，但是顏色都是這種有點土黃的。我覺得整體的就是配色非常雪地就很好看，然後不會太詳細，然後拍人像也非常適合。然後像這樣子這種超大型的建築啊，2種做法，一個廣角，一個望遠，示範一張拍廣角，再示範一張拍望遠的，讓大家感受一下不同焦段的視角的運用。那我們先從哪一個開始呢？我們先從廣角開始好了，玉涵貓往前走2步。廣角在拍的時候啊，就是會想要把周邊的全部都帶進去，就用廣角拍。然後在拍人物的時候啊，你跟人物之間的距離啊，就會影響到那个人物的大小比例很多。那這時候你就要去思考說，你要拍建築物要滿一點，還是你要帶到寬一點？因為像我這個角度，如果拍玉涵全身的話，什麼叫做建築物滿一點跟建築物寬一點？對不起，我現在有點冷，腦子有點抽。就是你想要拍到建築物呢，佔畫面比例高一點，還是呢，就是你想要就是整個全部都帶多一點？我們如果是這樣水平的話呢，就是你會帶到下面太多嘛，所以你可以試着就是蹲下來一點。這時候呢，因為後面的那個建築物啊，那一根如果我蹲下來這樣拍的話，跟玉涵會有點重疊到。所以這時候呢，我覺得其實有時候你不用很執着到一定要把它拍太正面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我可以稍微側一點下來，盡量放低一點，把下面的雪呢切掉多一點。然後這個時候呢，我主要畫面呢就會是建築物，再帶到一點天空，會看起來會比剛剛的再更簡潔一點點。然後稍微讓玉涵跟後面那個建築物呢有點錯開一點點。對，那拍望遠的話就簡單很多了。其實人跟背景之間距離啊，其實影響蠻多的。所以你這時候可以先試試看，就是我用70段的話，玉涵是半身，可是後面的建築物呢，其實已經是滿了。所以如果我再繼續往前走，然後再用70的話，建築物就不見。所以這時候玉涵要退，玉涵就要退，玉涵要退到就是它變成全身為止，所以玉涵就往後走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玉涵呢，就從半身呢會慢慢的越退越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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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退，好，可以了，完美。好，玉涵往右一小步。這時候呢，後面剛好有那個門後面是黑的，所以我一個置中的構圖呢，玉涵已經是全身的，然後建築物也是滿的，教得不錯這一段，太好了，給你一個讚。我們再繼續找一個地方來拍一下。看起來來嘍，好弱啊，好弱，殘雪公主。我只能說這些雪啊，受了一點皮外傷。HP 減一。然後在雪地拍照啊，給大家一個重要的建議，就是
白平衡，就是白色的部分很多，尤其像现在積雪積很多。其實你用 Auto 白平衡啊，大部分的相機其實沒有辦法很準確的去抓到白平衡，所以強烈建議在雪地拍照的時候啊，可以就是把白平衡制定1K 值。那如果你不知道要設多少的話，就抓個大概5500K 到5800K， 背上你的相機不同廠牌。我的話，像 Sony 富士，我可能會選5800K， 它比較不會因為你早上到晚上的白平衡亂跳，那有時候它會差異非常的大。然後像這樣，因為這裡現在都是白色的，所以在拍照的時候呢，就是很好取景。然後呢，拜刀大學的建築物真的都很好看，所以隨便找一個樓梯上去，对不對？你用70端帶一個人大景人小小的這個望遠鏡頭一拍，很可愛。单純拍學校啊，因為像現在積雪都很多，然後呢，他們建築物真的顏色都很漂亮。其實我覺得也可以，就是自己拍一些系列，比如說像現在就是拍這些插在雪裡的樹。那像拍這種啊，我的雪跟樹的比例應該要抓多少？像我的話，因为我就有點像把樹當做肖像照在拍的感覺，所以樹的占比大概就跟一般在拍人像的，就是幾乎是全身的比例一樣。所以雪就一點點，雪就是下面一點點，然後呢，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根部就是整個是積滿雪那種感覺，就是你可以看得出它是插在雪裡的，我覺得就夠了。長得太像台大啊！我就說北刀大學很像台大，那椰林大道嘛，椰林大道，然后旁邊會有不同的系館，少時館跟那個文學院那邊的。然後通常我們停車就會停在這個地方，對，這邊嘛，這邊都有停車格嘛。我們剛才逛完了北刀大學裡面的博物館，好高級，很高級，很高，原來是很高級嗎？我覺得很不錯啦，就是以學校裡面的博物館來說，我覺得對外開放的部分真的做得蠻好的。他們的館藏有很多恐龍的化石，所以我覺得又免費，這個才是北海道最值得來的地方。我覺得很多人來北海道是親子遊，那我蠻推薦，如果你家裡的小孩子是乖小孩的話，那就可以帶他來看這個。對，如果是皮小孩的話，我是建議不要，因為它就是一個很震驚的博物館，很多豐富，然後又很精緻，重點是免費啊，免費的，而且我覺得對北海道大學本來就是生物見長的一個學校，超強。我覺得上面展示東西還蠻不錯的，展示出他們學校的實力。沒錯，實力非常堅強。來北海道大學可以拍拍照，可以去 Seikoma 吃點東西，也可以上去看個展覽。然後更重要的就是，你都來到北海道大學了，抓個好時機。現在我們的時間呢，已經快要接近11點了，準備要去排湯咖喱了。推薦一家北海道大學旁邊我最喜歡的湯咖喱。Oh my god！整個行程就是一個順，它11點半開門，所以你早上9點來，拍完照，逛完博物館，然後買完紀念品，11點準時在門口排隊拼第一波入店。好，趕快 ，Go Let's go！我們剛才吃完了什麼？皮康鐵，皮康鐵，那個是北海道大學旁邊那一家店，在札幌市中心也有店，兩家都吃過。我覺得這一家好像好吃一點點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它比較偏僻啦。不過即便是如此，還是同一句話，就是開店前半個小時先來，沒錯，不然就要等，不然真的是排到爛掉。我們又是第一位了，沒錯，好舒服。剛剛我們一進去全滿呢，瞬間坐滿，而且還排了一整條在門口。對啊，沒錯，這一家算是我第一次吃湯咖喱吃的店，然後到目前為止都還是我自己最喜歡的。老師最喜歡的店啊，我覺得湯跟它的香料，我覺得算還蠻印度的。那我們請玉涵分享一下心得。我覺得跟前一家比差很多哎，像這家的湯有那個中藥味，它有一點那種藥膳的感覺，風格不同。對，然後我點那個推薦蔬菜，我靠，好爆多蔬菜，太多蔬菜推薦了，超多。第一次吃蔬菜吃到吃不完这件事情。它的高麗菜啊，應該是有加糖，好甜哦，讓你感受一下北海道的大地啦。所有東西都長得很粗壯了，好香，很推薦大家來吃。湯咖喱就真的是很吃那種根莖蔬果類的那個原味。大家剛才那個北海道大學行程結束之後，立馬過來排隊，趕快抓緊在11點的時候先到，馬上就是排進去了。吃完之後可以繼續後面的行程。沒錯。接着呢，我再帶大家去另外2個，我覺得可能觀光客比較沒那麼愛去，但是我覺得拍照蠻好拍的地方。Go。OK， 我們現在呢剛吃完湯咖喱，一條路線上的行程，逛完北海道大學吃湯咖喱，吃完湯咖喱之後呢，來走訪神社，距離呢500公尺，大概對500公尺，這是一個額外的小景點。對，這個不算在今天景點裡面了，不過因為這個很紅，這個我相信大家應該網絡上都看過了。它為什麼很紅呢？它其實就是一個路邊小神社。其實2-3年前我們來的時候啊，還沒那麼多人，但現在人真的是爆炸開來，超多。玉涵介紹一下它為什麼紅。
這裡呢，主要就2個特色商品。之前用商品來形容，好過分。北海道的招財小寶。什麼招財小寶？是騙錢小寶。吉祥小寶。漏財小寶。我連它的专有什么叫什麼鳥都忘了。櫻桃長尾山雀。對，騙錢鳥。這裡還有一個蠻酷的，就是它有賣三麗鷗聯名的御守。像我買的是布丁狗，布丁狗的，布丁狗也有 Kitty 的，沒錯。所以它這裡夯的就是買騙錢鳥跟三麗鷗的東西。而且就是很少你在一個地方啊，看到每個人手上買御守啊，都是一把一把的。我以為在買什麼小零食。它在門口的地方有一個水池，它隨着不同季節會有花藝的那個裝飾，蠻好看的。我們徐老師今年買了馬年的玉珠印。沒錯，我們歡迎徐老師進場。我們來看看徐老師買了什麼馬年玉珠印，真的很花俏哎！祝我都可以馬到成功，謝謝謝謝。哎，徐雪兒也可以馬到成功，所以很不錯啊，推薦大家在這個景點跟景點中間呢，可以來走訪神社，可以看一下。OK， 是我們札幌的第2個點，第2個景點電波塔。大家如果會來大通公園啊，拍電波塔，一般都是那個雪季的時候，因為整個雪季大通公園整條公園都會有那個雪雕那些東西。不是動物那個雪雕，是雕刻的雪雕，沒有人搞錯吧？啊，雪雕。多半都是從中間那幾條大家逛街的路遠遠的拍過來。那其實呢，電波塔本人呢也是可以上去的，同日本各個塔一樣。而且這個電波塔它有自己的吉祥物，就是那個電視爸爸。電視爸爸，這一說很像星星腸的東西，超像那個星星腸啊！烤了之後腳會開叉的那種。這邊就跟大家分享一些可以拍電波塔的地方。我們在我們的線上課程裡面，有用這個電波塔當做一個範例，沒錯，拍了一整圈，真的是拍了一整圈。所以我們今天呢就找一個特別點給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的話呢，我們就要故意不透露那麼多啊，大家想要自己解鎖線上課程啊。不過因為今天有御寒啊，我們那個線上課程裡面可是沒有御寒的啊，大家不買了。拍這個電波塔的時候啊，如果我們已經在塔下了，因為這個電波塔很大嘛，對啊，你要下往上拍，這時候會有個問題，你的背景可能會很雜亂，所以我們就可以找一些東西來擋住那個很雜亂的背景。那在這個電波塔旁邊呢，就有一個玻璃罩子的樓梯。因為我今天的焦段呢，剛好是2070，就我們今天好像來業配2070一樣。觀眾給了我一顆，沒有，我們是業配觀眾，因為畢竟這個是觀眾送的，很開心啦。20對不對？這個地方直接蹲下來，然後往上，然後御寒一個看遠方，往上一帶，直接可以躲掉底下哩哩扣扣的各種東西。那如果我今天站比較遠呢，那我就不要帶到那個全部電波塔了，我用比較望遠哦。大家剛在那個北海道大學有看過類似的示範，電波塔裡面有些攤販啊，一堆電視爸爸，所以我用這個把後面的東西都遮起來。御寒剛好在那邊，所以我這樣拍的時候呢，背景相對來說就乾淨很多。在電波塔的另外一側啊，大家不要少去，那邊有個天橋，就很適合跟這種大結構拍照，所以我們過去拍張給大家看一下。日本啊，就是一個玻璃大樓很多的地方。如果你今天來拍電波塔的話，千萬不要忘記了，隨時注意一下周邊的那個反射。像這邊呢，就有一個反射的電波塔。比如說你今天想要發 IG 或發 Threads，你可能不會只有一張照片。拍了這張電波塔之後呢，想要有一張不太一樣的，就可以拍一張反射的。這裡呢，就是電波塔呢另外一側的天橋。拍人跟電波塔的話，這個地方它就可以擋掉下面那些比較雜亂的，不管樹或什麼東西，它是一個制高點。如果你剛好有一顆2070的話，太多了吧？老師，還可以。我懷疑這一集有業配。對啊，應該是有業配吧？我們自己人都開始懷疑說，難道其實是偷接了嗎？所有業配有偷接嗎？不可能沒說這邊呢，你用20端，御寒站這個地方，然後你就帶一個御寒在前面半身，然後配上後面的電波塔。然後這邊剛好有一個縫的藍天。那如果你用大概50到70呢，你可以退遠一點，你可以帶到就是電波塔可能局部的部分。我覺得這裡就是高低很多，你可以各種運用。而且我覺得上往下拍也蠻酷的。對啊，光線有了，然後路人過個馬路，对不對？你就拍個2張，好棒，剛剛好。我们剛逛完了，高度沒有很高啦，就是附近的大樓大概還是會比這個高，但是我覺得它的位置呢，
剛好可以看，因為它就在那個大同公園的中心嘛，沒錯，邊緣，所以它可以看整條大同公園。沒錯。兩位覺得值得上去嗎？玉涵你覺得呢？我覺得蠻酷的，因為我們沒有要去太近郊的地方，剛好可以去一個高視野看比較山那邊的位置。遠方的。像我有看到就是正在下雪的地方啊，没有去到的地方，我覺得蠻酷的啊。我覺得以價位上來說很不錯，1200一個人，1200一個人，視野就360度啦。附近那什麼二條市場啊，因為它的位置很好啦，所以看下去的視野都不錯。可能是稍微有點不夠高啦，因為畢竟其實札幌市中心那邊房子也沒有到太陽。OK， 對啊，推薦大家。OK， 這是我們的第3個景點。第3個景點嘍，伏見稻荷神社，不是京都那個，不是京都那個，而且它比較偏僻一點點。它其實，在藻岩山的旁邊。其實以行程安排來說，如果你要去藻岩山看夜景的話，去看夜景之前可以先來這個地方走走。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有一整排斜坡，然後有一整排的鳥居，就跟京都那個伏見稻荷大社一樣，只是沒那麼多。以拍照來說，其實已經很足夠了。但是要注意一下，神社內部是不可以拍照的，它有掛牌子寫說那個鳥居後面就不能拍照了。因為我覺得這個神社蠻漂亮的，就是它的那個屋檐都是那種朱紅色的。蠻值得過來走一走的，很鮮紅啊，算蠻特別的，比較少看到是這種朱紅色屋頂的。而且我必須說，最重要一個點，沒有觀光客對，因為這個裡有點偏僻啦，這就已經不是觀光客普遍會來的地方了。它不在札幌市區內，沒錯。可是可以坐路面電車，坐路面電車也是坐到最後面，就是那個循環線坐到最遠的那個地方，坐到最後一站。在那個斜坡，冬天來要小心點，因為我們剛上來的時候，挺滑的哦，有點刺激。沒錯，當做今天的最後一個，算是比較冷門一點的景點，超級冷門啊！因為第一個又比較遠，第二個就藻岩山可能就直接去登山口了。對啊，這時候給你去登山口前多一個選項，沒錯，可以過來再轉一圈之後再去，這邊走過去就到了。以上就是我們在札幌的3景點推薦，3.5景點，3.5景點，加一個周許神社，可以了。沒錯，不得不說你找的景點啊，確實都比較小眾一點，人真的都不多。札幌就是真的是一個大家都來，然後影片已經拍到超多的一個地方，然後還有拍攝一些技巧，讓這個東西還是有點幫助。沒錯，不會覺得好像看了大概就是那幾個。當然就是北海道神宮很值得去，對，中島公園我也很喜歡，可是因為我相信他已經介紹太多了，沒錯。不用我們介紹，你也知道去這幾個地方。我們給你多加一點那個名單，對，額外的選項，額外的私房景點啊！希望你會喜歡這期的節目。北海道應該可能還有一集，我們就下期再見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咻。